乔和碧华还在里面。哎，别进来了！快去拿！来了！好，快点！去，来，升起来！碧华姐姐，碧华姐姐，碧华姐姐，先进去，来。 碧华姐姐，碧华姐姐，碧华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听到你们怀疑碧华，有些担心，便来告诉他，可他又让我去厨房为他煮粥。哪知我一回来便看到屋内起火，碧华就……我想救他，可火烧得太快了，连我自己也被困在里面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 不是都说人善恶有报吗？碧王姐姐，碧王姐姐，信神拜仙的人，常说善恶有报，可若真想伸冤，靠的却都是人。 果然如此，李莲花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查下去。好，那就做刑探，查出真相。有时看似会伤了良善之人，可唯有这样，才不会纵容那些藏在暗处的杂碎。宝物，宝物！玉楼春竟然把宝物藏在了这里，我们还找了这么久，原来被这玩意儿挡住了。这与酒宴上的锦云纱类似，织成了墙壁这个模样，竟然能以假乱真的躲避搜查，可真是好绣工啊！宝物怎么会在这儿？难不成是新觉和碧皇联合作案？如今碧皇畏罪自尽。诸位只需记得，奸佞难逃法网。这些宝物就留在此地，交由我们百川院处置吧。你这……诸位请回。方公子李神医，我等知道碧皇有罪，可是他与我们朝夕相处多年，恳请二位开恩，能够让我们依女宅的规矩，去送别碧皇姐姐最后一程。李莲花，明天一早就让真相大白吧。最后一节想通了吗？之前还有些模糊，现在一切都清楚了。这是我遇过最难的案子，
可即使再难，也是时候说出真相了。那就让真相大白吧。李神医、方少侠，你们这是找到剩下的尸体了吗？这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？是新觉和碧皇联合作案，对吧？为何还要把我们叫来？一个人左边的身子被切成井字，不代表右边也被牵成了井字。这说明他左边的这个身子有要被牵成井字的理由。李神医的话太难懂了。什么理由啊？要是碧皇直接杀了玉楼春，他肯定是跑不掉的。想杀人后安然无恙，想必他只能嫁祸给旁人。这思来想去，最佳人选那就是鬼王刀了。简单来说，碧皇与星爵他不是同盟。玉楼春不是鬼王刀杀的。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玉楼春尸身的肩膀。蛇，玉楼春是被蛇咬死的。没错，他便是死于蛇毒。可这切口像是一刀而成，手法十分娴熟。一刀而成的刀技，若是有趁手的工具，倒也不难。来人！玄铁，玉楼春这书架竟然是玄铁做成的，还把边上磨成了利刃。难道是用这个分的尸？没错，在这玄铁书架上寻个井字格，再将边沿磨成利刃，压到玉楼春身上，这便是井字切。好手段，但玉楼春余下的尸身上，为何井字切只有一半？这玄铁之间，天下少有。想磨成利刃啊，即便每日1个时辰，半年也只能磨出半个井字。而这漫山红已经要到了，凶手只能以假乱真。如果大家都找不到这个鬼王刀的话，那剩下的半具尸体也就找不到了。这碧皇的用心实在太深了。玉楼春这个看云峰啊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每日呢只需1个侍女上去1次，而且只能打扫1个时辰，负责呢整个寝宅，还要磨砺整个玄铁书架，不被人察觉，确实不一样。这姑娘是怎么做到的？被逼到绝境，拼了性命自救之人才能做到。这碧皇姑娘，太想逃出这生不如死的女宅了。但碧皇前夜在摘星楼起舞，玉楼春却在看云峰。他分身乏术，如何杀人？不错，纵蛇杀玉楼春，必须有会控蛇之术的帮手。赤龙姑娘，你很了不起啊！李神医说笑了，赤龙只善舞，我们从未见过他学过任何的控蛇之术。赤龙姑娘，你是车湖人吧？车湖地属血域，你觉得我长得像车湖人吗？车湖人黄发悬鼻，你长得确实不像，所以我猜你是车湖的汉人，对吧？车湖女子常闻有蛇牙图腾的雕青，隐蔽得非常的好。但是昨日你与侍卫反抗之时，我不小心看到你的雕青。川湖乃是血域小国，以打猎为生，蛇口咬住的伤口呀，最不伤皮毛，所以你们自小以驯蛇狩猎为主。赤龙姑娘，你肯定是学过吧？就算如此，
玉楼春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带蛇进入女宅。那是当然了，但是蛇卵就不一样了。赤龙姑娘，这是在玉谷里找到的。这玉骨呢，是10个月前被送上山的。将玉骨呢放于温暖处暖化，这幼蛇自会从孔中爬出。这接下来要问的是，这玉骨是谁送上山的呢？赤龙，这条刚长成的烙铁头，也伤不了几个人。何况，长安是他们的职责所在，又有何错？之前我说过，二位是智者，今日更是心悦诚服。慕容公子才是聪明人，玉楼春都谨慎到这一步了，最后还是难逃一死。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蛇卵就藏在玉骨中？本来猜不出来，当得知慕容公子是车胡人，却谎称自己是月仙人的时候，一切就明白了。那你又是如何觉得我也是车胡人？因为公子自相矛盾呢。月仙万里黄沙，国人畏水，可公子在竹舟上风流倜傥，丝毫不惧。出入女宅不洗沐浴，本也是合理，但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你在掩饰自己的发色。所以，我们怀疑你之后，便去你的房间，找到一样东西。这发梢乌黑，发根却是赤黄的。你的头发是染的吧？二位心思果然缜密。所以你们3个合谋杀人？不是合谋，是我逼迫他们，他们不敢不从。我觊觎玉楼春的财宝，所以才会胁迫你和碧皇。这一切与你无关。现在事情败露，罪责归我。以后再也没有人逼你害你，你就下山去，好好的生活。赤龙，听话。觊觎财宝，又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？方少侠的意思是我对玉楼春太狠，是你对自己太狠。方少侠的话，我听不懂。你当然听不懂啊，因为这事你根本不愿意承认。我有个问题问你，这第1条断臂，你是何时丢上冠日亭的？自是夜里杀了玉楼春之后。不对，冠日亭在女宅之外，还有人看守，你没有任何机会。而你唯一的机会，就是与我们一早登山观日之时。可是那天日出是我们一起去的，不曾见他带了包裹，一截断臂，怕是藏不住吧？所以我才说，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？你这断臂何时断的？漫山红酒席上看你跳舞，分明还是好好的。怕是漫山红之后，他跳完最后一支舞，便回到房间，自行断去一臂。上冠日亭前，你用自己的断臂伪装成玉楼春的手臂，再趁人不备将其抛下。那日早上，我们都披着斗篷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只残肢上，没有人会发现，此时慕容公子的手臂已经失去了。你自行砍去一臂，就是为了掩盖玉楼春中了蛇毒的事实，对吧？方少侠果然聪明，但可别过了头。我断臂是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
嫁祸新爵，我随意抛尸便可，何必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件事？因为你必要将尸块丢在一个赤龙不可能会去的地方。若直接嫁祸给新爵的话，那抛尸在哪里都一样。这个冠日亭在女宅之外，姑娘们是不可能会去那个地方的。这样的话，赤龙才会没有任何嫌疑啊！够了，是我贪财，与赤龙无关。慕容公子，你还记得阴祥之舞吗？1年前，武魔慕容妖做阴祥之舞，双臂高展，若击长空，鸣动京城啊！可如今呢？慕容妖，你用武者手臂去换赤龙清白，连车壶的左心里都无法再做。贪财之人是做不到这些的。我知道二位想要的证词，可抱歉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玉楼春、侍卫长东方浩都是我一人所杀。恳求二位不要再责怪旁人，我这条命赔给他们就是了。想死，别往我头上跳。阿飞，你这次来真是及时啊！你要的东西，我们俩清了。这是对面寺庙的香火捐赠。10日前，你捐了黄金100两，才求得他们将子时终身提前。这赔上手臂又赔上家底，这等贪财之人，这世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吧？慕容公子，你想用自己的死换所有姑娘的生，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。可诸位姑娘杀了玉楼春之后，难道打算一直活在不见光的日子里吗？厉神医，你是说玉楼春的死跟这女宅里所有的姑娘都有关系？那是当然。若不是他们用死去的同伴传递消息，那慕容妖又如何知道赤龙被关在哪里？昨日之前，我一直有个疑点解不开，姑娘们囚禁于此，无人知晓，而慕容公子又是如何得知赤龙的下落的呢？衙门卷宗里，附近河中总会出现很多穿着奇怪的女尸，直到昨日我为碧皇送葬，才恍然大悟。姑娘们将自己的东西放在死去的姐妹身上，看上去是以表哀思，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求助信号，希望飘出去的尸体能被人认出，好让家人知道他们的下落。可过去这么久了，只有一位姑娘身上的尸物被故人认出。赤龙。所以当玉楼春收到雷动五谱的时候，赤龙就已经知道慕容公子已经发现了他，所以慕容公子便成为了每一位姑娘唯一的希望。所以是慕容妖策划了所有计划，姑娘们只是配合。正相反，这些年女宅封闭，都是通过瀑布向外送信，而慕容妖却无法回信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姑娘们策划的。唯有一件事，就是慕容妖的断臂。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天晚上漫山红结束后，慕容妖为让姑娘们洗清嫌疑，自作主张断去一臂，好为次日抛尸玉楼春做准备。赤龙从没有想过慕容妖竟如此自伤，二人因此闹出动静，却引来了偷窥春色的侍卫长。